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凤航团建综艺热辣上线，赵丽颖零更新民国风来袭。与凤航团建综艺热辣上线，赵丽颖零更新民国风来袭，爆笑抓鸡嗨翻全场。随着与凤航的热播，观众们的热情也被点燃到了极点。这不，为了满足剧迷们的期待，剧组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建综艺推逝世营业中。这档综艺节目定档于4月11日，赵丽颖、林更新、刘关霖、辛云来、何宇、王一瑶等主演悉数亮相，全员民国装造型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事不宜迟，6大主创中的4位齐聚荧屏前，赵丽颖、林更新、辛云来和何宇这4位带火了与凤航的顶梁柱同台飙戏，是不是已经让你心潮澎湃？而那2位缺席的幽兰仙子李佳琦和灵尊曾黎，他们的空缺会被如何填补？粉丝们的猜测和期待仿佛点燃了网络的另一把火。花絮上称霸的刘关霖和王一瑶的加入，为团综增添了不少看点。天君的诙谐和金娘子的关键角色，2人的出现岂是偶然？不过，这背后的剧组算计可谓深远，让2位实力派演员填补空缺，这一波操作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绝非简单的人员调整。在这档综艺节目中，赵丽颖和林更新将化身民国小侦探，带领大家一起解谜寻宝。而在寻宝的过程中，他们也不忘展现自己的搞笑天赋，上演了一场场爆笑抓鸡的戏码。失去神力的神君林更新在抓鸡的过程中屡屡受挫，场面十分滑稽，让人忍俊不禁。除了抓鸡环节，密室寻宝也是本综艺的一大看点。在这个环节中，嘉宾们需要运用智慧和勇气，解开一道道谜题，找到宝藏。而何宇、刘关霖、辛云来则化身 CP 粉，为神君和王爷大奏喜乐，为整个寻宝过程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。预告片中，一场古代婚礼搭配恐怖元素，演员们的惊叫连连，把观众的好奇心挑逗到了极点。林更新和赵丽颖的紧张抱团，更是逗得一众粉丝捧腹。如此刺激的内容，只是预告片就如此吸引人，团综本尊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笑料？粉丝们的热情是与凤航能够推出团综的最大动力。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再次联手，辛云来和何宇的人气飙升，这些都离不开粉丝的支持和喜爱。团综的到来，无疑是对他们情感的一次大满足。官方把粉丝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，这份粉丝福利简直甜蜜过头。当然，作为一部以与凤航为主题的综艺，自然少不了对剧中角色的再现。在综艺中，沈黎和邢芷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而众嘉宾则纷纷大闹婚房，让整个场面变得更加热闹。王爷和神君更是在密室中相拥，让人感受到了剧中角色的深厚情感。可以说，推逝世营业中不仅是一档娱乐综艺节目，更是一场对与凤航的深情致敬。它让观众们在欣赏剧中角色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剧组对观众的用心和关爱。总之，与凤航团建综艺推逝世营业中绝对是一档不容错过的精彩节目。让我们一起期待4月11日的到来，跟随王爷和神君一起解谜寻宝，感受这场民国风的狂欢盛宴吧。2. 与凤航赵丽颖林更新演的是喜剧吧？洛天神女在线追 CP， 笑翻了。赵丽颖与林更新主演的与凤航，本来在看完第6集后准备弃剧了，然而某天打开来配个饭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追到了第28集，才发现这剧骨骼清奇，不落俗套，而且它的轻喜剧风太舒适，太好笑了。我甚至是把它当作喜剧来看的，看得无比愉悦。
之前看前几集时，觉得赵丽颖这演技变幻莫测，本来在第20条中迎来了高光的突破，然而到了与凤航，似乎退回去了。但当你真的把剧看进去的时候，不由发现，其实这么演也自有它的道理。而且随着剧情的展开，人物性格的复杂立体面随之拓伸，仿佛他的那股灵动劲又回来了。王爷的人设，高超的武力值，保家卫国的将士身份，不苟言笑的性格，才让赵丽颖在前期从碎嘴可爱的咯咯哒恢复人身时，表情显得格外严肃呆板。但如今往回看，反而觉得严肃甚至面无表情的表情，其实更符合她的人设。后续随着碧苍王至身各种不同的情景中，这个人物的性格呈现出了不同的层次。当沈离身负重伤昏迷初醒，发觉救他的人是行止时，他性格中灵动有趣的一面展现了出来。原本沈离与行止两人居囿于各自的身份，明明动心了，却只能克制远离。行止作为世上仅存的上古神，强大的神力集于一身，不能生私情，否则会遭天道反噬，被剥夺神格。唯一的神一旦深陨，由他的神力所维系的天外天将塌陷，尽数砸向仙界、灵界乃至3界众生，会遭遇大劫难。行止说：“沈离，我不能喜欢你。”神开始打直球，用拒绝的方式来表白，这也倒是格外的独特了。碧苍王沈离是何等人物，一心为了保卫灵族子民，浴血奋战的铁血又傲娇的王爷。他秒懂行止的心意，理解他的处境，表示会配合行止远离彼此。当行止得知沈离为护佑众生战死东海的时候，他来寻人，将东海冰封数万里，使用秘影术，遭天道反噬而受重伤。本以为他真的死了，却在绝望之际觅得了他的一丝气息。沈离身体被玄铁锥贯穿，五感不全，总会变动着随机丧失极感，触觉恢复了，视觉偏又消失了。行止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装作是寻常渔夫，因为他知道，依照沈离的性子，如果他发现是行止，怕是又要离开了。沈离视觉恢复那日，看到了行止，心中顿觉温暖，踏实了。原来行止一直在自己身边。重伤之后，褪去一身盔甲，失去了灵力的沈离，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。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个严肃的一本正经的王爷，他性格中柔软的灵动的一面被调动了出来。他也会软弱，也会沉溺于这种温暖，想要这样的日子能久一些，于是假装不知对方是行止，反而玩心大起，故意捉弄他。见他为了隐藏身份，把自己装扮成粗犷农夫的模样，暗自好笑。沈离倒是不客气地开始使唤行止，要吃鱼，神亲自出海为他打鱼，却被东海龙王揣度军意后，把网住的鱼虾给换成了价值连城的宝物。于是乎，行止第一天出海，一条鱼都没有打到，回家来被沈离嘲笑，不得不亲自下到龙宫，问龙王讨了2条鱼回来。与凤航的喜剧风满满，看得很欢乐，常常让人笑出了声。李佳琦饰演的洛天神女幽兰出场时，还以为她拿到的是沈离情敌的角色。看幽兰这人设，天君孙女，小时候被行止神君带到天外天疗过伤，看到行止一副痴情模样，按照这仙侠古偶剧的套路，这不是妥妥的女二吗？所以幽兰故意带沈离去洗水池，削弱他灵力之后，激怒白灵兽，要狠狠地给他一个教训。没想到后来不按套路走了，幽兰由情敌发展成了沈离与行止的 CP 粉，这角色转变的还非常丝滑。每天不惜把亲弟弟照脑袋砸晕了，把人拉到洗水池看芙蓉君记忆里的小电影，边看还边嗑上了瓜子，一脸吃香。这堂堂洛天神女居然明晃晃地上演 CP 粉在线追剧，只是可怜了每天被砸脑袋还蒙在鼓里的芙蓉君，
这可真是亲姐。与凤航一共39集，看到28集这里，我约莫是不会气了，庆幸又捡了回来。剧情渐入佳境，人设渐建立了起来，故事格局铺展开来，许多地方可以做到不落俗套，偶尔逗得人大笑，撒糖撒的克制却又够甜。